每月规规矩矩交着100-200的宽带费，办着最快的千兆套餐，可回到家连上 WiFi， 网速却慢得让人着急。点开新剧，片头过了正片还在转圈，和朋友开黑，团战关键时刻技能按下，英雄却原地定格，只剩屏幕上灰白的倒地和队友的询问。更让人烦恼的是抢红包，每次点开都是那句手慢了，红包派完了。这时候你难免心生不悦，觉得一定是运营商限了速，或是路由器老旧了，琢磨着是不是该花几百块换台最新最贵的。先别急着掏钱，也别忙着投诉，很多时候网速慢的问题真不能全归咎于宽带或路由器，问题很可能就出在你家里，出在路由器摆放的位置上，甚至是你亲手放在它旁边的几样小东西，它们就像一个个信号干扰源，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你家本就不错的无线网络。这好比给车加满了顶级汽油，却开进了泥泞道路，轮子都陷住了，发动机再强也跑不起来。我是陈默，今天咱们不聊那些让人头晕的专业名词，就用大白话像唠家常一样，帮你把这份冤枉钱省下来。你只需要跟着做，把路由器挪个窝，再把旁边几样碍事的东西清理掉，我敢保证，你家那个缓慢网络很可能立马得到改善，快得让你满意。在开始前，想请大家帮个小忙，如果觉得这些内容实在，能帮你解决问题，请用你热情的小手点个赞。要是你觉得陈默说的在理，不妨点个关注，这样以后再有这种实用、轻松的生活智慧，你就能的一时间收到了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上干货。首先，咱们得来揪出那个几乎家家户户都可能犯的，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错误。这个错误，我给它起个名字，叫给路由器住小房间。什么叫住小房间呢？大家回想一下，当年家里装修或者安装网络的时候，是不是光顾着追求美观整洁了？看着那个带好几根天线的路由器，还有背后拖着一捆网线，觉得摆在明面上太显眼，于是很多人就想了一个办法，把它塞进大门背后墙上那个小小的弱电箱里，门一关，外面清清爽爽，心里舒舒坦坦。但是陈默今天要告诉你，你这个举动可能让无线信号的传播受到影响，那个弱电箱可能就是信号的障碍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大家得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，咱们手机收到的这个 WiFi 信号，它本质上是一种电磁波，电磁波容易受到什么东西影响？金属制品对电磁波有比较强的屏蔽效果。你想想，你把路由器关在一个可能是铁皮做的弱电箱里，外面还盖着一层门板，这在物理学上可以看作一个封闭空间，你这就等于给路由器设置了一层障碍，信号在里面传播会受到限制，最终能顺利传出来的信号强度可能会减弱。你想想，信号源头都被限制了，你在客厅沙发上，在卧室床上，能收到好信号那才不容易呢，网速不慢才怪。所以，陈默给您的第一个，也是最重要的建议就是，现在去你家门口看看，如果那个路由器还在弱电箱那个小房间里关着，请你把它拿出来，哪怕你暂时没地方放，就先把它拿出来摆在弱电箱旁边的鞋柜上，挂在外面的墙上，只要让它脱离那个封闭的环境，你马上再试试网速，我敢说，变化绝对是明显的，让你满意。说完了小房间，咱们再来说一个同样很常见的角落位置。很多朋友啊，虽然没把路由器关进弱电箱，但却把它放在了角落。什么是角落呢？就是家里的各种不显眼的地方，各种隐蔽的缝隙，比如墙角里、沙发背后紧贴地面的地方，或者电视柜和墙壁之间那个窄窄的夹缝。很多人这么做的理由也很简单，路由器那几个天线看起来不太美观，或者上面那些指示灯一闪一闪，晚上睡觉觉得有些亮，就想着把它藏起来，眼不见为净。陈默告诉你，这可能又是一个误区。你得把无线信号想象成一块石头扔进平静的水塘里，荡开的那一圈圈波纹，路由器就是那块石头，是波纹的中心。如果你把路由器塞在墙角，那就等于你把这圈波纹的一半甚至一大半直接给限制在墙壁上了。信号波纹刚一产生，
还没来得及扩散，就撞上了厚实的墙。是的，现在的路由器都说有穿墙能力，但你可千万别把这能力想得太神奇。钢筋混凝土的墙壁对于 WiFi 信号来说会有衰减效果，穿1道实墙，信号强度可能就会减弱，要穿2道墙，那信号基本就减弱的比较多了。你把它放在角落，它要想到达你在卧室玩手机的你，得先穿过厚厚的承重墙，再绕过其他障碍物，信号一路上会有损耗，等你手机接到的时候，可能就变弱了，这网速能快得起来吗？所以，摆放路由器有一个像黄金一样珍贵的法则，那就是位置要开阔，尽量放中心，最好是放在你们家整个房子的中心区域，比如说客厅的电视柜上面，或者客厅茶几上，这样信号向四面八方发射的时候，才能覆盖得更均匀，遇到的障碍物最少，覆盖的面积自然就最大。另外还有一个小窍门，尽量把路由器放得高一些，别放在地上，因为咱们家里大部分的家具，像沙发、茶几、柜子，都分布在中低位置。你把路由器放在高处，比如柜子顶上，信号就能更好的覆盖，能避开很多低处家具的遮挡，效果会好上一大截。好了，解决了路由器自身的摆放环境问题，咱们接下来就要说到今天的核心重点了，也就是标题里提到的那3样最好不要放在路由器身边的信号干扰物。你家里要是也有这几样东西，请务必给它们挪个位置，哪怕只是挪开一点距离，效果都可能好得让你满意。家中的金属制品是常见的信号干扰源之一。之前讨论弱电箱时，我们了解到金属会对信号产生屏蔽作用，但很多人只是将路由器从弱电箱移出，却又放到了其他金属物件附近，例如随手放在金属架子、金属茶几上，或者旁边就有金属保温杯、金属装饰盘。更常见的一种做法是，为了利用空间，有些人直接将路由器放在冰箱顶部。这里提醒大家注意，冰箱外壳是金属材质，内部还有压缩机、冷凝管等大量金属部件，这些都可能影响信号。将路由器放在冰箱顶上，信号可能受到干扰，同时冰箱工作时会散热，路由器自身也会发热，两者靠近可能导致温度升高，电子元件在高温下工作效率可能下降，进而引起网络不稳定，速度变慢，甚至偶尔断开连接。因此，请检查一下路由器附近是否有铁盒、钢制品或金属摆件，如果有，请将它们移开，为路由器选择一个更合适的位置。玻璃制品，特别是装满水的玻璃鱼缸，也是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干扰物。很多家庭为了美观和生气，会在客厅摆放漂亮的大鱼缸。有些朋友由于插座位置或图方便，会将路由器放在鱼缸旁边的柜子上，甚至藏在鱼缸背面。这种做法对无线信号可能不太理想，原因在于水对电磁波的吸收能力较强，无线信号在水中传播会比在空气中遇到更多阻碍，水的密度较高，可能会吸收部分电磁波能量。将路由器放在鱼缸附近，信号发射后，部分能量可能被水吸收，导致信号减弱，手机接收到的信号变差。此外，鱼缸的玻璃材质也可能对特定频率的无线信号产生影响。原本射向卧室的信号，经过玻璃和水体后，路径可能发生改变，信号强度也会减弱。因此，虽然鱼缸美观，但请务必让它与路由器保持一定距离，这既有利于网络速度，也有助于信号稳定。最隐蔽且容易忽略的干扰物是大功率电器，其中微波炉尤为常见。这一点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意识到，尤其是家中户型紧凑或路由器放置在厨房附近的情况。问题在于，家用路由器常用的频段之一是 2.4 千兆赫兹，而微波炉加热食物时产生的微波频率也大约是 2.4 千兆赫兹。这就好比在安静环境中轻声说话时，旁边有设备以相近的频率工作，可能会干扰原有声音。微波炉工作时电磁波强度较大，尽管有金属外壳屏蔽，但仍可能产生一定影响。这种同频干扰可能导致 WiFi 信号质量下降，表现为网速变慢、视频卡顿、游戏延迟增加，甚至暂时断开连接。
微波炉停止工作后，网络往往又能恢复正常。许多人遇到这种情况会以为是宽带波动，实际上原因可能就是正在工作的微波炉。除了微波炉，一些大功率蓝牙音响、老式无绳电话机以及使用 2.4千兆赫兹频段的无线鼠标键盘，如果离路由器太近，也可能造成干扰。因此，请尽量让路由器保持独立，周围留出一些空间，避免这些电器紧挨着它。除了调整位置，还有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可以帮助提升网络速度。第一个方法是利用易拉罐辅助信号，这个方法听起来简单，但其原理是科学的，类似于抛物面天线，利用金属曲面将分散的信号集中到特定方向。如果由于户型原因，路由器只能放在客厅一端，而主要活动区域如书房或卧室在另一端，这个方法尤其适用。具体操作如下：准备一个空的易拉罐，如可乐罐或啤酒罐，和一把剪刀。使用时请注意安全。首先，将易拉罐彻底清洗并晾干。第二步，用剪刀剪掉易拉罐的底部。第三步，将拉环开口的一端剪开，但不要完全剪断，保留约1-2厘米的宽度，使这部分罐身仍然连接。然后，沿罐身纵向剪开，将剪开的罐身向两侧掰开，整理成圆弧形扇面。这样，信号辅助装置就做好了。使用时，将装置倒扣在路由器的一根天线上，让天线穿过拉环小孔，然后将弧形扇面的凹面对准经常上网的房间方向。这样，金属扇面可能会将原本向后扩散的信号更多的导向指定方向。尝试后，可能会发现目标房间的 Wi-Fi 信号格数增加，网速也有所提升。这个方法几乎零成本，只需一点动手能力，值得一试。第二个方法是定期重启路由器。很多家庭的路由器自安装后便一直持续工作，从未间断，设备长期运行也需要休息。路由器内部有处理器、内存和缓存区，长时间工作会处理大量数据并产生临时缓存。如果这些缓存数据不断堆积而不清理，可能会占满内存，导致处理新数据的速度变慢，反应变缓。这与手机长时间使用后需要清理的道理相似。此外，持续通电会产生热量，若散热环境不佳，内部元件长期处于较高温度下，可能影响性能。因此，建议为路由器建立定期重启的习惯，频率无需过高，每周1次即可。可以选择在周日晚上睡觉前或周一早上出门前，将路由器电源插头拔下，让其彻底断电休息5到10分钟。这个时间足以让内部热量散发并清空积累的缓存数据，重新启动后网络可能会更流畅。如果觉得拔插头麻烦或容易忘记，许多智能路由器在手机管理 APP 或网页设置后台提供定时重启功能，可以设置为每周凌晨3-4点自动重启。此时家人通常不再使用网络，既方便又能保持路由器良好状态。关于路由器的天线，这里也补充一些建议。如今路由器天线数量越来越多，许多人认为将所有天线竖直朝上信号最强，但这并非完全正确。无线信号发射方向大致垂直于天线本身，如果天线竖直，信号主要向水平方向360度扩散，这对于大多数平层户型是合适的。但如果是复式、跃层或别墅，有上下楼层，将所有天线竖直放置，会导致垂直方向的信号覆盖较弱。这时可以灵活调整，将其中1-2根天线水平放置或倾斜一定角度，以更好地覆盖垂直方向。一种较为科学的摆放方式是，如果路由器有多根天线，不要让它们全部指向同一方向，可以尝试不同方位，例如一根竖直，一根水平向左，一根水平向右，另一根倾斜45度角。这样组合能在空间中形成更立体、均匀的信号覆盖网，无论手机在客厅、卧室还是其他位置，都能接收到相对稳定的信号。最后，我们来简要总结一下提升家庭网络速度的步骤。第一步，调整路由器位置，将其从弱电箱、墙角或沙发后等狭窄角落移出，放置在家中开阔、较高的中心位置。第二步，清理信号干扰物。
移开路由器附近的金属物品，特别是冰箱、玻璃鱼缸以及大功率电器，需注意微波炉，为路由器提供更合适的工作环境。第3步，尝试辅助与维护。如果因户型限制导致信号覆盖不均，可以尝试易拉罐辅助方法，同时养成每周重启路由器的习惯，定期清理缓存，让设备适当休息。第4步，优化天线朝向。根据家庭是平层还是多层结构，灵活调整天线指向，使信号覆盖更均匀。以上方法无需额外花费更换设备或联系运营商，只需调整家庭布局和习惯。完成后可能会发现，宽带和路由器本身并无问题，之前的卡顿可能只是由于摆放不当或周围物品的影响。网络如今已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网速顺畅与否直接影响心情与效率。希望这些分享能帮助大家改善家庭网络体验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实用易懂，请点赞支持，也欢迎分享给家人、朋友或邻居，让更多为家庭 Wi-Fi 困扰的人受益。很多时候，问题就出在这些细节上，无需盲目更换设备或升级套餐。如果在操作过程中遇到问题，或者你有其他提升网速的小技巧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，共同探讨让生活更舒心、更便捷的方法。我也会在评论区尽力为大家解答疑问。我是陈默，下期分享再见。祝愿大家的家庭网络从此顺畅无阻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别忘了现在就检查一下家中的路由器，看看是否存在今天提到的这些情况。有时候，小小的改变就能带来惊喜的效果。我们下次再见。